最大嘅噪音風業嚟嘅。當防噪音工程師轉行成米其林3星主廚，做嘢係通啊，全部都係創意。當餐具消毒工廠老板變身為養生糕點師，這個蛋糕沒有麵粉，沒有白糖，沒有奶油、黃油、色素。所有的轉折都是和味道的一次神奇結緣。人生與味道的相遇，盡在老廣的味道之主廚。在中國，美食本身總讓我們關注，有時甚至忘了每一道美味背後有一個個真實的人。正是他們對味道的不懈追求，才有了美食帶來的愉悅。留意翻 ，post 嘅太太咧係唔食得 shellfish 嘅。留意6點半鐘3位 table 2，客人係揸拐杖嘅。OK， 完。好，各位，唔該晒。作為米其林3星餐廳的主廚，梁經綸絕對是個另類。這個40歲才轉行做廚師的前防噪音工程師，只用了6年時間就入榜米其林，並從2014年起持續摘得米其林3星。其實好多嘢做嘢係通嘅，你做嘢、煮嘢又係創意，全部都係創意。創意是梁經綸餐廳的靈魂，可能正是因為沒有受過任何正規訓練，梁經綸的菜單裡總能看到意料之外的巨星。他希望超越客人之前體驗的口味邊界。我係廚魔，魔咧就中意煩人嘅，原本係凍嘅就係熱嘅，甜嘅就鹹嘅。這是味覺的魔法遊戲，菜品只有吃進嘴裡的那一刻，才能真正確認它的味道。運用膠囊技術，將海藻酸鈉和鈣反應，形成一層薄薄的膜，包住高湯的一道美食，美貌中暗藏智慧。你估呢個咩嚟㗎？呢個係我嘅分子小籠包。咁小籠包咧，點薑，用啲醋醃到一啖一食。分子小籠包不改皮兒薄汁多的本質，爆之後陌生的熟悉感讓人回味。其實大陸咁大，咁多唔同嘅城市，咁多唔同民族，同埋咁多唔同嘅食材，咁我食翻中國嘅靈感呢，我會好 proud 嘅。日本乾包。有些菜品貌不驚人，但卻是從未嘗過的全新味感。廚魔有個話句，味係王，所以最緊要好味。我做一件嘢一定有諗，希望會有機會攞到3星。如果你唔知道咩叫好食，你點樣可以煮到好食嘢出嚟呢？一定會去第啲米芝蓮餐廳食嘅，咁可以攞靈感，但係千祈唔好抄，因為我覺得如果你抄係好醜嘅一件事嚟嘅。這是坊間不可能嘗到的腸粉，看似正常的內裡塗滿了黑松露。這種中菜為體，西菜為用，正是加拿大出生、倫敦長大、香港背景的梁經綸最擅長的。日本牛肉、法國黑松露，想攞翻個街邊嘅標梨，咁有呢啲鐵碟嚇，咁就有啲辣子啦。我哋香港咧就好中意用牙籤我嚟篤腸粉嘅，咁所以俾翻呢個篤腸粉嘅感覺你。咁香港咧3大名菜，我覺得咧就係客家菜啦，三文魚就用梅菜醃咗佢先嘅。第二個大菜就係潮州鹹梅汁日本北海道帶子。第3粵菜，一個加拿大嚟嘅牡丹蝦。伴着味道而來的，就是一種時光的穿越。咁我哋細個咧就好中意喺香港仔度食海鮮嘅，呢個就係香港仔嘅味道啦。
香港仔是梁经纶盛满童年回憶的地方，這裡很能滿足兒時的好奇和嘴饞。舊時我記得佢細個嗰陣時咧，就呢啲全部都係船上人嘅，到呢度有白灼蟹，有蟹啊。梁經纶因為實在是喜歡鑽研美食，只能在家裡做菜招待朋友。我好中意請客，好中意 show off 㗎。佢請咗啲朋友成萬幾蚊一圍㗎啦。咁嗰時你都唔識做廚，你買嘅嘢乜都係貴㗎啦。未上過嗰啲廚師學校，未拜過師。咁我煮咗出嚟，咁佢就覺得好食，話哇仲好食過餐廳喎。咁我話好蠢嘅信佢嘅。所以如果咁樣諗，唔係話嘥錢，唔係話用好多錢請人食飯。其實呢時間咧係俾自己練下習，俾自己一個信心。就這樣，從未接受過正規廚藝培訓的梁經纶，從家裡開始了他的廚藝生涯。係好後期先，人哋嗰個請唔到廚師先揾佢做嘅啫。一腳踏入飲食江湖的他，從熟悉食材價格開始。幾錢一斤啊？你唔送貨㗎就買？送貨㗎，喺度買。俾張卡片我得唔得？真係好香啊！舊時咧呢度全部滿晒船啊，啲疍家人喺度住㗎。你諗下，朝頭早起身見太陽，又可以食新鮮海鮮。哇，冇得頂！梁經纶並非不知道疍家的辛苦，只是同時打理包括上海米其林1星在內世界各地的10間餐廳，日程表塞得滿滿當當。看到漁民簡單的生活，霎時有些向往，但獲星最多華人主廚的壓力，讓他只能依舊選擇忙碌。第一個餸 set 好晒喺度 ，OK？ 第二個餸你都係 set 好晒喺度㗎啦。咁第三個餸咧就俾15分鐘 warning 你 ，OK？ 你一 delay 咗咧，你就冇咗15分鐘嘅係好大個 delay， OK？ 俾啲粉嚟唔該，啲粉喺邊？唔好落住啊，唔好落住。點解有啲有水喺度㗎會？用啲紙抹晒啲水出嚟。冇方冇蒸。喂，要加氣，有冇加氣？一進後廚，一切的不完美都讓梁經纶難以忍受，他變得敏感易怒。你唔信得過我就唔好揾我做 ，OK？ 我要6個 macaron， 俾鉸剪，但要碟要成要牙籤。有冇呢啲 touch shell 喺度啊？仲用晒啦。喂，你叫佢攞啲 pastry chef 乜撻都得，叫我攞幾個撻落嚟，得。但係即係總之你到時你同我搞掂佢啊！因為想法多樣又追求極致，梁經纶每天只睡4個小時。你越快 understand， 你咪越快可以變咯。最緊要係要用腦嘅啫。如果你個人識用腦咧，你做咩都成功嘅。梁經纶最愛做的事情就是隨時觀察，讓靈光湧入腦海。他獨創的菜式，正是他感知世界之後的表達。作為老牌5星級酒店的行政總廚，張志強雖然製作過無數國內外政要的來訪宴席，但這次準備的博古斯世界餐飲大會有些特別，因為要招待包括米其林星級廚師的同行。4個月前，菜單剛剛敲定。最終，張志強在5道菜裏負責的是1道湯，他決定用傳統湯料來煲一鍋豪華的老火靚湯。加埋有成15、16種嘅，嗱好似魚肚啊，所以有啲咧就唔係咁襟煲嘅，咁我哋會分開個火候嚟煲。翻滾中的老火湯將在4個小時後供應給現場嘉賓。溫度是粵菜比較講究的，如何讓全場600位賓客品嘗的時候入口剛好，這是一個需要配合的大工程。阿希，你除咗攞嚟之後，睇下幫我搜下個有冇係咪齊晒，我哋一陣再滾翻去。
一滾翻肯定夠熱度啊！基本上出到都仲係辣嘴啊，可以多都唔多好多啊！紫菜。The first cuisine is called steamed chicken with black shell. 终于轮到张志强的一品天香汤登场了。This dish is made with various French. 唔等於你話做慣咗你要放鬆，你每一次都係當係第一次咁做，個人咁樣繃緊咗咧，咁你啲嘢先會相對會去穩定同埋唔容易出漏咯。做了24年的行政总厨，比起这些大型的宴会，张志强更重视自己工作中的日常。传统菜的制作最考验主厨，因为既要尊重原来的配方，又要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张志强在传统粤菜的看家菜式烤乳猪的肚子里做起了文章。有米豬喺粵語裏邊咧，即係有錢咁嘅意思啊！呢個係意頭，我哋係用糯米啦、粟米啦、野米啦、蝦米啊、薏米，有成7種嘅米咧，加成10幾樣嘢咧，做成呢個餡，去釀落一隻乳豬裏邊。咁我哋就係想喺原有基礎上有所改變，所以我哋選材咧就用5斤半左右嘅乳豬。唉，其實我哋做師傅啦，好辛苦噶，特別你哋做燒臘咧，7個爐開晒，成50、60度都幾係。说起入行，1984年，广州刚刚开始有了第一家涉外酒店。此时，18岁的張志強正在2個單位之間抉擇。嗰個時候好多人比較貧窮啊，揾多啲錢啊，同埋食得好啲，對於我嚟講係一個首選嚟嘅。如果一比較之下，咁當時海關嗰度係得幾十蚊，咁花園嗰時當時都成零頭都多過佢咯，100幾蚊。剛踏入廚師行業的張志強對烹飪學習很是痴迷。啱學咧，樣樣都好好奇啊！有啲嘢真係唔識。當時係個總廚嗰個香港師傅，啱入到嚟，因為佢好嚴格啊對我哋，咁佢覺得係邊個喺度偷食咧？誒邊個咁大膽嘅咧？如果佢認為我咧，就當時一定係炒咗我啦。咁我都好多謝我廚房個師傅，佢就自己承擔咗落嚟咯。咁如果當時冇人理我係我，咁我就俾人炒咗啦。彼時的廣州，5星級酒店的總廚大多來自香港。咁啊，所以當時我哋都係要跟住佢哋做嘢啦。在香港師傅營造的氛圍裡，粵菜根基不變，但口味發生了變化。香港嘅師傅帶嚟嘅咧，夾雜咗一啲西式嘅、日式嘅好多原材料啦、調味料啦，同埋一啲唔同嘅口味，相比當時嘅所謂傳統嘅粵菜，佢係會多好多新鮮嘅嘢咯。在眾多名師的指點下，很快好學的張志強開始在廚房獨當一面。1989年，23歲的他到一家外資餐廳做行政總廚，主打新派粵菜。90年代進入有58年歷史的東方賓館，這一做就是25年。喺紐約最出名嗰間中餐廳，咁後尾翻到嚟，咁我自己先調咗個味，然後按照自己嘅思路，再搭咗啲香料添。我感覺啊，更加豐滿啦，亦都適合呢度啲人食。不論是自己創新的炒龍蝦，還是傳承40多年的名菜士師雞，他都會鑽研出自己的一套烹飪方法。好嘅嘢咧，一定要傳承落嚟，但係咧傳承之中亦都要有啲改良創新。
无鸡不成宴，广东民间各类鸡场暗藏绝招。张志强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去探访食材本源。听说台山有种鸡会上树，张志强准备一探究竟。一層層佢自己飛高啲，再飛高啲，一路係越高越師傅。喂，你睇住，你睇住炸彈啦，睇炸彈啦！冇。佢呢啲咧，嗰啲爪咧，真係掌咁抓住個樹丫，咁佢跌唔到落嚟嘅，佢瞓成晚都得㗎啦。生蛋咪跌落嚟唔跌爛？唔會，基本上我啲雞咧，我俾啲蒸好入去食咗，佢切咗。所謂的傳統，無非是總有些人對這個味道念念不忘。一個好的主廚總能發現每一代人到底為什麼才念念不忘。首先你做一個廚師，你會去到一笪地方，點解好唔好食咧？係師傅啊，定係原料啊，定係佢本身個地域出到嚟嘅嘢係咁樣樣啊？有好奇心，你就要好學啦。咁你學下點解會咁樣？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食？同埋佢本身呢個做得好食，你諗下點樣可以做得更好食？有的那个粘液是有毒的。沒有。服裝是蛋糕的，所以一定要嚴格。身着古裝行走在街市的浩怡，從來沒有覺得不自在。就像他自創的養生蛋糕，別人眼中的異類，只要自己認可，那就是正常。作為自學成才的糕點師，做蛋糕的初始原因，只是為了自家妹妹。就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不同的小餐廳去收錢，基本上每天的工作時間結束就是晚上11點12點。吃東西基本上一日三餐沒有個正點。浩怡是陝西渭南人，和妹妹的感情從小就很深。那我爸那時突然間就不在了，家裡實在是困難哈，我就遠遠的看到一個小小的小孩，嗖跑過來。那個杏子給我的時候，我拿起來一看哈，都是口水牙印，肯定是好多次想吃，但是沒捨得吃。他把這杏子留給我。妹妹愛吃蛋糕，但奶油色素能否用天然的食材替代？學醫出身的浩怡一頭扎進這個想法，但發現無處可學。老師就覺得不可能啊，你沒有麵粉，沒有糖，你還不用奶油，那你怎麼可能做蛋糕呢？所以我乾脆就沒有再找老師了，自己去研究食材的特性。比如說，你像葛根，它是容易粘在一起的，但是呢，杏仁粉呢，它是容易發的，烤出來的東西不成形，那麼就利用它們之間性狀的互補性。浩怡發現，研究下來，好不容易材料配比正確，但口感又喪失了。半年的時間，上千次的試驗，面對的依然是失敗。你做成左一點、右一點都可以，但是你要做到好呢，它是真的有一個黃金比例吧。終於有一天，一時異想天開的一道方子，反而做出了模樣和味道。醒了之後說，哎，我這個想法看看行不行？2點鐘去搞的，搞到3點半，整體的粉的東西只差了5克，你就剛好你不小心找到那個比例，成了。浩怡為配方申請了國家專利，並在廣州正式開始了糕點主廚的生涯。很快，愛美的浩怡不滿足養生但素顏的蛋糕。4年前，她開始為蛋糕設計景觀。哎，大家都來一下。好，來吧，大家看一下。客戶呢希望我們做一個長的山水蛋糕。我突然想到呢，可以做一個山水的長卷。好看，但是難做吧？應該。我有一個比較明確的要求，就是要出現廣東特色。所以我覺得陳皮肯定了。我們到時候把陳皮和黑芝麻做成2合1的。老大，你加油。妹妹心疼姐姐，需要挨夜早起的活，能自己上的就會讓姐姐休息。凌晨5點，她就和姑娘們一起忙開了。5個小時之後，
1米3长的蛋糕坯终于完工了。为了味道的层次，不用面粉的蛋糕工法更费时复杂。偏爱新会陈皮的浩仪，总能把这款广味材料恰如其分地用上。这个下面呢是陈皮和黑芝麻，上面这个是陈皮蛋糕，两个是一体烤成的。收了吧。再长一会儿。再拿几个过来给你？你拿2个来。这场全新的现场制作，在食材安放上桌的那一刻，考验才刚刚开始。浩仪能把简单的近乎涂鸦的图纸变成山水景观蛋糕吗？少少的。先挖河，再布山，凭借想象稳步推进。你想好了哪一些可能可以，但实际上你去发现那个树或者那个花，比如说比例不对啊，颜色不对啊，其实是最大的压力。微观造型全凭手上控制，容不得半点失误。天然食材容易氧化，一旦出错，连推倒重来的机会都没有。姐，我先把这一段的可可粉先筛上啊。拿小筛筛，那么大的筛的到处都是，那就拿这个吧。可可粉装饰大地，抹茶粉浮绿高山，一场别样的绿化工程正在展开。植树造林，福泽万代，咱们这都。哟，感觉好像租来的，急着还一样。几千次的躬身之后，高山植被在指尖下逐渐长出了模样。哦，终于完工了。方寸之间，山水流转，牛油果混合铁棍山药的路面，黑芝麻陈皮的山体，椰蓉酥的山丘，释迦酱的碧蓝湖底，蓝蝶豆花的清澈湖水，很难想象，它的制作者没有任何美术和厨艺功底。都舍不得吃了。我再给你切一块。我觉得这个地方松软。这个蛋糕呢，因为它没有面粉，没有白糖，没有奶油、黄油、色素，随便吃。因为崇尚传统养生哲学，他终年着古装长衫，他的糕点也长成了他喜欢的东方的样子。浩仪透过味道见到自己。味道有时会成为时间和记忆的唯一符号。瑶山延续600年的盘王节，除了歌舞，传统美味则是另一重期盼。深藏在重重山峦之中的马头冲村，瑶族大厨盘剑三选择成为味道的传承者。他准备的是一道濒临失传的瑶家美食，还沿袭着传统农耕的瑶族山区里，一块完整的牛皮并不容易获取。1个月前，盘剑三就早早地开始寻摸。水牛比较厚，黄牛呢，它做起来的质量比较好。一张完整的新鲜黄牛皮重达60斤，湿湿滑滑，想完全展平也不容易。哎，给老乡。好能雕。可以。好。晾晒了1个月的牛皮缩水到23斤，将被做成非遗美食牛皮酥。牛皮成为食材路程的起点，就是烧制去毛。好的肉就给卖掉，剩下这个牛皮啊、牛杂啊这些，没人爱吃，就只能够把它风干。当时也没发现这个东西是能吃的。
有亲朋好友来了嘛，没有东西可吃，哎，拿下来烤烤，拿那个木锤敲敲，再一煮，发现这个味道不错。烧制的过程很是严格，需要即烧即敲，要不怕烫才行啊。如果吃了锤，胶原蛋白就很硬，再锤下去的时候它就全部碎了。锤完还要爆，太麻烦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学了。8个小时的浸泡，此时历经磨难的牛皮才算完成食材身份的转化。那年呢就刚好周三毕业了，当时呢就掉了好像78斤吧，好不容易才回到家。从那里开始，我就想，真的必须想办法，一定要走出去，一定就不能够再做这个事了。能看到的就在外面那边最远的那个山下去那里还有，然后这山背后那里还有。走出去的盘剑三带着厨师手艺回到故乡，传承了窑菜，成了村里的头号能人。村里人有啥大事儿小事儿都会找他拿主意。其實你慣住多啲擺邊啱啱啲都本嚟個咁樣教嚟變慣啲未夠當嗰種講，加用佢啲龜頂嗰啲頂咧。đồ ăn giòn nổi sao nó đẹp cái nó nổi nổi. Mình cặp thì còn một tiếng muộn lúc đàn á. Mà này cô làm mình ra mà cười giăng cái cười rồi kể lại mới mình cảm ơn lời hà chịu ai xin chấm nó.一大早，潘建三开始邀请客人。今年请客的对象有些特别。晚来的爱上得了，爱上我小刘。对，那个你晚来爱上得了啊。篮球场的修建，对地无30平的山区是大事儿。潘建三明白，没有在节前如期完工，乡亲们的心里有点堵。这个球场很多该让地的让地，村民呢也付出了不少。我想给他们鼓鼓劲。村里的大小事情，潘建三的妈妈都很清楚。儿子要办件好事儿，他更得帮忙。妈妈呢，什么事都操心。在村里面红白喜事啊，她都能去帮我们去协调好、处理好。村里现在年人均收入7000多元。比起之前的苦，生活已经是好太多了。20多年前呢，回到我外公外婆那里吃饭，外公呢就将那个煎猪油那个猪油渣就给了他，他一直都不舍得吞下去。吃完饭了以后，回到家里还含在嘴里面。如今的宴席，肉菜绝不罕见，不过眼看就要开席，大菜猪手还坚挺地躺在锅里，潘建三有点煎熬。我呢，猪杂的速度啊，也很严重哦。我浪费时间了，菜要趁热吃，最黄金的制作时间留给今天的主角牛皮酥。牛皮酥的最佳伴侣是炒过的干黄豆。经过焖煮的牛皮和黄豆有着同样筋道的口感。最后再撒上另一味必不可少的神秘香料胡料。这个时候，色泽金黄、香气四溢的牛皮酥才算大功告成。习惯了忙碌的乡亲们，明明是被宴请的对象，但每个人都自然地找到了自己能干的活。猪杂汤、芹菜蒜段烧土鸡、黄花菜蒸腐竹，这些地里生乡里整的姚家菜，终于挨个上席了。我見過佢電話有冇？咁啊，同啲南方人，南方都係跟晒咗，換下樣，嗌嘅換副將我哋度調，其實佢啲人都俾你調咗。好，開咩啊？開始公運就打起來啊！
村民们只要聚在一起，就好不热闹。在重重的山峦间，在冬日的篝火旁，这个小小的村落，因为相处盘剑三，聚集成了一个温暖的光点，正如他们的祖先曾经做过的那样。广州最南端，大珠江出海口处，停泊着的庞然大物里，将展开一场场的美食盛宴。你一个人，他在里面的可以。作为最早在邮轮工作的元老级厨师，罗南昌和他的360名同事一起，要负责3000多位游客的饮食。这基本功你要怎样做，这你要明白啦。水果全部要洗乾淨。我哋嘅美國標準衞生會每個禮拜會過嚟檢查。作為餐廳的靈魂人物，主廚們決定着餐廳的出品。試咗張菜單啦。喂，花魚幾大條啊？啱冇？你牛展做咗未啊？松子魚、盤菜。盤菜我做，燉湯我做。兩樣你做。今年60歲的副總廚羅南昌是馬來西亞人，已經在船上工作了30年，常年和不同地區的廚師打交道，英語、粵語、客家話、潮汕話，羅師傅張口就來。一隻包圍，一隻魚我拿嚟裝乜雞啊？裝魚筍咯。這裡是中央廚房，廚師有馬來西亞、有中國、有印尼、有緬甸的，還有菲律賓。我們請的廣東師傅比較多。開什麼？哦，5 times for the full for the passenger also。Only how many kind of bread？這座移動的5星級酒店廚房，和地面廚房最大的不同，就是沒有明火，所有食物的烹製加熱必須通過用電來完成。特別安全。我們的電力也是很夠，而且熱得特別快，它一下子上了180度。電爐溫度高，雖然能滿足廚房烹炒煎炸的各般武藝，但對於講究鑊氣的食客來說，或許不太圓滿。擅長炒鍋的羅師傅用了一輩子電爐，做了太多讓食客讚嘆的美食。他不僅覺得口味完全無差，甚至更偏愛用電爐。因為酒店嗰啲廚房行煤氣特別熱嘛，因為我哋船上都冇行電嘅，廚房又冷氣又成，又唔會熱。扒房吱吱作響的牛扒，歡快蠕動在鐵板燒上的海鮮，還有廚師們花俏賣力的表演，組成了海上引人入勝的樂章。不過，在遊輪最被重複喜愛的音符，通常是粵菜。專做粵菜的羅師傅，不知在海上帶了多少徒弟。而且啲後生仔全部上嚟嗰啲20零歲啊，他媽我哋當個仔咁教導咯。一直很油，現在好多了。羅師傅的一雙兒女早已工作。也許是想彌補少陪子女的遺憾，羅師傅特別偏愛這個來自河北的小徒弟。今天，他要把客人經常點的菜式再演示一次。我們這個松茸炒一塊，不可以炒過火，而且松茸的味道在那邊，吃起來特別香跟滑。啊，知道嗎？明白。
星梦游轮在大海上飘荡，后厨不断生产，美食惊喜24小时次第盛开。但游轮食客对餐饮的期待值会给主厨们更大压力。你冇再攞過啦，冇問題㗎嘛？美食的制作者们全天在封闭的舱体空间，感受不到日夜交替的变换。他们唯一关注的时间是何时食材补给。因為我哋船上每一水我哋都有3500至4000個客仔。我哋今日我哋上貨上菜啊、肉啊、海鮮啊，一個星期入2次咯。游轮上工作，半个月才能休假一次。罗师傅惯常的休息方式就是看海。在厨房太久了，就是时间来外面吹下海风，在船上也有想家。屋企人都有講下啦，咁中意做事，我講做事非常之好，行兩步可以翻入廚房，又可以做工，又唔使塞車，解釋俾個老婆聽，覺得佢都冇得好講啦。在游轮，工业化的流程并未导致口味的妥协，技术的投入、得力的管理带来的是标准之上的口感。在限制中追求极致，让每一个食客满意，这正是不善言辞的罗师傅们一直的追求。揸緊時間啦喂，兄弟，4點半啦，你婆婆就嚟食飯㗎。这是一间极其特别的餐厅。3年前，杨国雄辞去了餐饮集团主厨的高薪工作，选择在这间新食堂掌勺。走埋啲鯇魚嘅。我哋主要服務對象就係啲公公婆婆啦，低收入家庭嘅人士啦。这间餐厅的特别之处是用即将过期和赠送的食材做盒饭，而所有的盒饭都是免费派送的。繁华的香港背后，每6个港人就有1人活在贫困线下，有的老人甚至一天只能吃上1顿饭。但同时，香港每天有3600吨弃置食物。7年前，回收食材再加工的西食堂应运而生。姐姐你好，請問有冇剩嘢送啊？好，多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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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多謝晒啊！西食堂从有自己制作盒饭的厨房开始壮大。作为曾经的高端餐厅的主厨，杨国雄太清楚食物如何被浪费。如果你喺食肆出邊做咧，你咁肥啲人點會要啫？點會食啫？你睇下咁大嚿嘢，可能得咁少係用得嚟，所以呢啲佢哋唔會用啊，佢哋捐俾我哋。要让这些非优质食材变得营养美味，最关键的是要做好食物挽救的源头工作。呢度得㗎。好，唔該晒。我哋頭先收咗3個地方㗎啦，2個跑馬地咯，仲有個西環咯。会展中心剩余的熟食，超级市场卖剩的果蔬和临到期的冻肉，从早到晚，义工们以最快的速度抢救可再食用的食材。幫我哋切啊、洗啊、搬啊、得啊咁樣，日日都嚟嘅喎，有啲仲係，佢嗰啲冇錢嘅喎。收回来的肉菜经过层层筛选、分挑，再送到西食堂的2个中央厨房。主厨杨国雄拿到食材后，并不会第一时间开炉，而是拿出笔記本。食安咧會留意翻呢度嘅日子嘅，因為有陣時未必夠貨噶。好似我出北菇雞，未必嗰日夠北菇雞俾我出嘅。咁如果真係唔夠咧，或者變咗雲耳雞咁樣咯，或者變咗榨菜雞咁樣咯。所以一定要諗多1-2個。
理清了食材的品种、类型和新鲜程度，再经每周的例会来制定菜單。這個不尋常的管理方式延續了7年。係攰嘅，但係都開心嘅，開心嘅，做得起勁。呢度你見到我哋都冇停啊，你見到我哋都冇停。但係呢度諗起啲受惠者，你即係會盡心啲做啊，盡心啲做。每天早上8點，西食堂的後廚開始高速運轉。短短的3個小時，在100多平米的廚房，楊國雄他們要變出8000個熱氣騰騰的盒飯。不是按菜單採購，而是根據也許完全不搭的材料製作菜式，這是做西食堂的主廚最大的不同。同時，繁瑣的食材處理工作也嚇退了不少同行。我哋做啲嘢就係比較繁複啲嘅，又好有耐性咯。呢個位曾經請咗成年咧，不停咁樣轉。今天午餐的主角是白汁玉米腸仔烩肉粒。呢個菜其實同我有咩特色嘅？最主要我哋收翻嚟嘅材料咧，就係需要咁樣配搭嘅啫。其實如果俾腸仔啲婆婆食咧，又好似好寡同埋好單調，又唔係幾健康咁啊。出面做咧就會再加啲雞粉啊，加啲糖啊咁樣。咁我哋就唔需要啦，因為本身個汁同埋粟米都好有味。咁我哋唔可以太多汁嘅，因為咧我哋要入翻落焗爐咧，如果你太多汁咧，佢飆晒出嚟咧，我哋執茶粒嘅時候咧就會好論盡。雖然是根據回收材料搭配食材，楊國雄同樣注重健康。一份枸杞雲耳蒸肉，清清爽爽。免費的食堂並不影響細心的定製，特殊菜式在這裡一一分類。隨着附近老人的陸續到來，楊國雄和同事們開始了一天當中最繁忙的時刻。如果我哋有綠色菜咧，我哋呢個世界綠色菜，底角咧就係白色菜。熱飯送到老人家手上，要保證每一份的溫度是一場考驗。有陣時啲飯我哋都要試下睇下會唔會太乾或者太爛。如果個溫度唔夠咧，細菌都會滋生啊嘛。希望可以做60零70啊。11點30分，部分盒飯被義工們派送到社區，而另一邊，老人們已經開始吃上愛心飯菜。7年裡，西食堂已回收超過4800公噸剩餘食物，派出620多萬份愛心餐和食物包。楊國雄用自己手中的大勺和夥伴們一起踐行惜食的意義。人和味道的相遇，注定還將延續。不同的味道，折射着不一樣的人生。但為味道而生的人，他們的名字才叫主廚。哇，是不是開始翻車了？餐具壞